你先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如今你舅舅死了，你多拿出来20-30两银子，难道太太就不依你了？分明太太是好太太，都是你们尖酸刻薄，只可惜太太的恩德无处使。姑娘放心，这也使不着你的银子。等明儿出了阁，我还指望你多照顾赵家呢。可如今倒好，允王没长满，你这个忘了根本，这钱都这儿飞去了。谁是我舅舅？我舅舅年下才升了9省检点，哪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？我倒素习按理尊敬，越发记出你们这些心气来了。姑娘，嫂子你别管。你说他是我舅舅，那花儿出去为什么赵国基又站起来，又跟他上学？为什么不拿出一个舅舅的款儿来？探春李家处理的第一件大事就非常棘手，那便是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死了，贾府要给抚恤金，按什么标准给多少就成了一个问题。我们须知道，赵国基是赵姨娘的兄弟，而赵姨娘是探春的生母。面对这样的关系，为什么探春一口咬定她的舅舅才升了9省检点的官，也就是王夫人的兄弟王子腾？这说明探春心里，赵国基不论是身份还是行为都不配成为自己的舅舅，而王夫人的兄弟才是自己的舅舅。其实探春曾不止一次的有过这样的表态。在第27回里，宝玉告诉探春，为探春给宝玉做鞋这事，赵姨娘气得抱怨的了不得，说正经兄弟鞋耷拉袜耷拉的没人看得见，且做这些东西。此语触及了探春心中的疙瘩。探春听说，一发动了气，将头一扭，说道：连你也糊涂了。他那想头自然是有的，不过是那些因为比肩的见识。他只管这么想，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2个人，别人我一概不管。就是姊妹弟兄跟前，谁和我好，我就和谁好，什么偏的数的，我也不知道。论理我不该说他，但推婚愧的不像了。贾环是探春的同母兄弟，可是探春却明显的偏向同父异母的宝玉。他声明与宝玉走得近的原因是在姊妹弟兄跟前，谁和他好，他就和谁好，是随他的本心，而并非贾环是庶出的缘故。探春的话应该是他真实思想的反应，贾环在书中也确实讨人嫌。在探春的这段话中，什么偏的数的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2个人，别人我一概不管等话最引人注目。在他的伦理纲常观念里，王夫人才是他的母亲，而自己的亲生母亲赵姨娘则是等级较高的奴才。我们也不能责怪探春绝情，这是在当时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观念，贾府当然也不例外。他在当时的伦理思想中成长，这样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。而自己是庶出而非嫡出，这是探春平生最大的恨事，因此他坚定地奉这样的伦理观念为圭臬，只认王夫人是母亲。这一做法自然赢得了王夫人的欢心，而这是他的母亲赵姨娘绝不能接受的。赵姨娘批评探春如今没有长羽毛，就忘了根本，只捡高枝儿飞去了。所谓根本，就是她才是母亲。探春对赵姨娘的反驳，则始终立足于伦理道德的制高点，维护了自己主子的尊严，这也是她在荣国府内巩固地位的根本之道。可是自己是姨娘所生，这是探春最大的心结，她只认王夫人为母亲，绝不干拉扯奴才的事，这也是赵姨娘与探春矛盾不断的原因。赵姨娘的一贯情绪，以及探春的立场与态度，王夫人与王熙凤当然是心知肚明的。闵探春兴历除素婢等几回，是全书中探春最出彩的篇章，而此前曹雪芹关于探春的描写，都是为高潮来临而在各个方面预做铺垫式的准备，将探春与赵姨娘、贾环以及与王夫人、王熙凤、宝玉等的关系交代清楚，是那些预备性描写的重要内容。他与赵姨娘、贾环的关系已如前所述，而王夫人如何评价探春，书中没有直接描写，而王熙凤在第55回里的赞誉却是溢于言表。通过长期的观察，王熙凤认定探春心里事事明白，才干不输于自己，而且她又知书识字，比自己更厉害一层了。王熙凤是王夫人的心腹，又是她的内侄女，他们对探春的评价完全一致。王熙凤甚至还说，
探春虽为赵姨娘所生，但王夫人实际上是她如同己出，只是公开场合不做表露而已。我们有理由猜测，推出探春代理治家是王夫人与王熙凤共同商量的结果。王夫人视探春如同己出，反过来探春也时常为王夫人着想。在第46回里，鸳鸯向贾母气诉假设要逼她做妾一事，贾母闻言震怒，并迁怒于坐在一旁的王夫人，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，外头孝敬，暗地里盘算我，弄开了他，好摆弄我。受到了冤枉指责，王夫人忙站起来，不敢还一言。薛姨妈是王夫人的妹妹，反不好劝的了。而李纨一听见鸳鸯的话，早带了姊妹们出去。贾母震怒之下，屋里无人敢为王夫人辩解，而出面打破僵局，帮王夫人摆脱困境的正是探春。事情涉及王夫人，探春不想置身事外，她在窗外听了一听，便果断地进屋为母亲申辩。而探春一说，贾母立即发现自己怪错人了。她先向薛姨妈为王夫人平反，你这个姐姐她极孝顺我，接着又让宝玉带自己向王夫人认错，全靠探春的一席话，王夫人的危机才得以化解。毫无疑问，王夫人心中必定十分感激探春，只是作者对此没有任何描述，估计王夫人仍和以往一样面上淡淡的。不过4个多月后，探春就接到了协同李纨李家的任命，这固然是因为王熙凤生病出于无奈的举措，同时也充分显示了王夫人对探春的认可与信任。而王夫人安排探春李家另一层意思便是牵制李纨。李纨因为贾兰的身份，在客观上对王夫人、宝玉形成了竞争态势，他一心扶持王熙凤的意图也是在此。而王熙凤生病后，他不得已让李纨代理管家，却同时又安排探春合同李纨裁处。书中描写代理治家期间的第一件大事，是赵姨娘兄弟赵国基的抚恤金该是多少。这本来是按府中旧例操办的简单事，姨娘若是家生子儿，即自己家的奴才生的，其亲人去世，只该得银20两；若是外头的，即外头买的奴才，则是40两。可是王夫人听了吴心登媳妇的汇报，却不做明确表态，因为前不久袭人母亲去世是得银40两，袭人却是从府外买来的，可是她的身份毕竟还只是丫鬟。王夫人视她为宝玉的屋里人，也按姨娘标准发放月钱，但这是王夫人自掏腰包，别人无话可说。如今40两抚恤金却是在动用关中的钱，而自己魄力在先，遇上赵姨娘的事就不大好处理，于是她便要吴心登媳妇回姑娘奶奶，借此观察李纨与探春的态度。李纨不可信任，而探春正是赵姨娘的亲生女儿。果然，李纨一改说事不管的作风，立即只是仿袭人母亲之力赏银40两，其意直指王夫人的心病。李纨的指示很快被探春纠正，她坚持府中旧例，只赏银20两。袭人至多只是准姨娘，赵姨娘可是办过正式手续的妾，她当然要为自己连袭人都不如了前来争论。探春面对生身母亲的不满，仍维持原意。这时李纨却说：“怨不得姑娘。”她满心里要拉扯，口里怎么说得出来一语，名为劝说，实是又将矛头引向了王夫人，同时也触及了探春只管认的老爷太太2个人的底线，故而气得探春直说李纨糊涂。这番争执传至王夫人耳中，她对李纨的不信任会加深一层，同时也会为自己选中探春而欣慰。在王夫人原先的盘算中，王熙凤休息1个月后便可重新管事，李纨与探春协理家务只是短暂的临时安排，可是没料到王熙凤由于着实亏虚下来，还将长期疗养。此时王夫人又请出宝钗参与协理，宣称的理由是担心园中人多，恐失于照管，而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是对李纨与探春较长时间地理家实在不能放心。至此，李纨、探春与宝钗共同理事的架构正式形成，其中李纨因名分最高而为3人之首，但她得不到王夫人的信任，故而仍拿定问事不知、说事不管的主张。宝钗虽似客卿，但她是王夫人的外甥女，和王熙凤一样与王夫人有直接的血缘关系，因而最被信任。可是就在宝钗协理家事期间，
王熙凤对他做出了评定，拿定了主意，不干几事不张口，一问摇头三不知。三人架构中两人的态度如此，探春的作用便被凸显。曹雪芹用了相当篇幅描写他的治家与经济改革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，安排王熙凤生病的重要目的之一，就是为探春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。